最近有个错觉，越来越感觉华为是一家被手机耽误的影业公司。这一切还要从品牌哥在 B 站刷到的一则华为 Mate X6 广告片说起。剧情简单概括就是万茜和阿如娜扮演的特工在城堡里利用 Mate X6 一起完成绝密任务，其中展示了华为 Mate X6 的第二代灵犀通信、红枫原色摄像头、外屏玄武钢化昆仑玻璃、AI 隔空传送等优势卖点。片子质感非常棒，无论拍摄手法还是画面音效都满满的大片即视感。而且要创意有创意，要细节有细节，要概念有概念，甚至看完意犹未尽，非常期待结为主角的新任务。咱就是说，华为能不能别吊胃口？求求把片拍完好吗？直接上映今年春节档，这阵容和剧情不愁票房的。所以这期视频咱就不讲品牌故事了，来聊聊华为的影业之路。看到这儿别觉得夸张，深入了解一下你就明白，华为影业这绰号真不是网友瞎取的。全网以华为影业为关键词搜索，首次出现在2018年。当年华为 Mate 20系列刚上市，为宣传 AI 卡路里识别这个独特卖点，华为请张大鹏导演拍摄了一部《土拨鼠历险记》。胖鼠捡起瘦鼠识别过的高卡路里的花生准备啃，一只老鹰从空中俯冲下来，同伴都逃进了树洞，小胖子圆润的身材终究没法塞进去。命悬一线之际，灵机一动，用华为 Mate 20拍摄识别自己的卡路里。老鹰看着这只4000卡路里的胖子，实在没法下口，只好悻悻而去。土拨鼠历险记集创意搞笑于一身，短短1分半钟，形象传达了 Mate 20可以识别卡路里的卖点，丝毫不逊色于动画电影片段。片子火了之后，华为再接再厉，第二年又为 P30 系列的未来影像卖点拍了新广告片。比较知名的是暗夜追光。夜晚路灯坏了，商店里的台灯们冲破玻璃橱窗，开始大逃亡。而华为 P30 则是这场追捕大片里的警察。一起逃亡的还有一个智慧的小灯泡，在漆黑的街道上，小灯泡想到了躲藏的主意，但是在路上遇到了各种意外，跳楼掉在路过的车上，高空攀绳，同伴牺牲等情节环环相扣，在黑暗中还是没能逃脱追捕，一点微光也能轻松捕获，可见华为 P30 拍照卖点之强。情节跌宕起伏，画面刺激眼球，创意十足，很有皮克斯玩具总动员的感觉，完全堪比动画电影大片。自这以后，华为影业逐渐被人熟知，华为也在拍电影的路上越走越远，几乎每年都为新机拍上那么几支精彩的广告片。要说其中影响力大到破圈的，点名太空系列。2018年，华为拍了一支以宇航员登月故事为主题的创意广告，剧中宇航员小马一连串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，让人记住了手机卖点。2022年，小马再度归来，为 Mate 50 Pro 打造的重返月球的 Mate 火爆全网，同步上线的重庆话版更是靠趣味魔性风格圈了一大波粉。然后今年8月，小马第3次上线，带来了 Mate 60系列拍摄的新片《月球从未如此 Mate》。小马月球出差的闯祸一天又玩出了新花样，看完笑到停不下来。不得不服，华为真会玩呀！这批文案人才不去影视圈发展，简直可惜。不过上述影片虽好，但作为影业公司，没点动作大片总感觉差点意思。或许华为也更想证明自己，去年 Mate X5 上市后，真就拍了部动作大片《风行任务》。谢霆锋饰演一位神秘特工，凭借着超强的硬核实力，在华为 Mate X5 的黑科技加持下，上演了一场追捕大戏。影片剧情紧凑，情节跌宕起伏，颇有电影感。谢霆锋精彩的打戏也看得人直呼过瘾。华为影业这个 IP 也从此被认可。当时看完片子就在想，这点哪够看呀？华为你赶紧出新机，搞快点。终于1年过去了， Mate X6 姗姗来迟，新的动作大片全能搭档也如约而至。早就预料到今年华为给 Mate X6 准备的新片会更加精彩，但没想到这次华为太有诚意了。和去年只有1位主演不同，今年华为请了2位，分别是人气女星万茜以及凭借《狂飙》走红的阿如娜。新片的故事内容依旧围绕特工展开，双主角设定让情节更加精彩，电影级别的画面和叙事手法也让卖点植入更加丝滑。影片开场，灯光黄昏的房间里，女主站在化妆镜前，反手拿起装有一部环宇红色华为 Mate X6 的信封。话外音响起，这部 Mate X6 里有任务信息，另一半地图在新搭档手中，找到它。同时镜头给到男主的背影，以及男主面前的另一部星云灰色 Mate X6。紧接着，女主快步走出房间，来到城堡的大厅内，一场热闹的舞会 party 正在进行中。
任务提示音在颜色一样的雕像前汇合响起的同时，女主穿过人群，利用 Mate X6 的红枫原色影像拍下了一张灯光下的铠甲武士雕像照片。男主手机响起，照片已经传到他的 Mate X6 上。然而，男主在寻找颜色一样的雕像时犯了难，大厅里的雕像颜色看上去都差不多，他只好拿着手机一个个比对。与此同时，反派头目也在监控室里观察着男女主角的一举一动，拍下同一张雕像，借机靠近女主。镜头一转，女主和反派拿出手机比对照片，反派当场露馅。原来女主用 Mate X6 拍的照片和肉眼所见的原色几乎一模一样，反派用其他手机拍的照片泛着不真实的白光。这一幕巧妙地体现了 Mate X6 红枫原色摄像头色彩还原能力更强，拍照素质更出色的优势。剧情继续，正当反派要对女主动手时，男主及时赶到救场。反派意识到身份暴露后，愤怒地指使一众小弟对男女主发起了围攻，双方大打出手。很快，男女主潇洒解决掉身边的麻烦。男主拿出手机，利用 Mate X6 的 AI 隔空传送，把另一半地图传给了女主。随后，反派新一批打手赶来，男主决定留下来拖住敌人，女主则独自拿着地图去完成任务。双方约定电话联系，2分钟后会合。打斗中，反派拿起一把餐刀，狠狠刺向男主。却不料被男主用 Mate X6 的屏幕遮挡，惊险躲过一劫。即使如此，采用第二代玄武钢化昆仑玻璃的 Mate X6 依旧毫发无损。镜头切向女主正拿着手机按图摸索路线，环宇新轨设计的 Mate X6 外观魅力十足，和女主的高颜值相得益彰。可不巧也被反派暗中盯上了。很快他找到了正确路线，进入电梯拨通了男主电话，询问是否顺利。可没想到刚得到肯定答复，埋伏在电梯里的打手就挥拳冲向了女主。好在女主战斗技巧高超，轻松解决麻烦，进入到负3层的地下室。还没挂断电话的女主悠悠地提醒男主还有1分钟，别迟到。要知道这通电话可是在电梯里打的，一直到负3层都没有断线，且保持稳定通话。这一幕毫无疑问体现了 Mate X6 采用的第二代灵犀通信技术，使得信号更稳定，更适合各种复杂通信环境。OK， 继续。男主依旧在和反派激烈对抗，女主淡定寻找任务线索。当展开 Mate X6 的2块屏幕，将地图拼在一起时，成功获取关键词，找到任务标的，并通知男主撤离。镜头一转，雪夜的城堡外，女主焦急等待男主归来。不经意间，一辆无人驾驶的响界 S9 缓缓驶来，车辆刚停下，男主也碰巧赶到。原来是他在用手机控制车辆的前行。此时，片中最大的笑点出现，女主莫名其妙地让男主把手机给她。男主疑惑问道：“你的呢？”然后城堡内正在搜寻的反派人群中响起一阵手机铃声，反派头目大喊：“谁的手机？”众人拿出手机，却发现压根儿没信号。于是反派顺着铃声推开旁边的柜子，里面正是女主留下的那部 Mate X6。接通电话后，女主对反派调侃道：“手机您留下，礼尚往来。”不得不服，这一幕真的是绝了，再次把第二代灵犀通信技术的强大信号体现得淋漓尽致。剧情的结尾，男女主拿起手机查看新任务，密密麻麻的文字让人头疼。女主直接交给小易，利用大屏 AI 小易功能，快速获得了直观的任务表格。随着两人相视一笑，响界 S9 缓缓启动，消失在雪夜中。OK， 以上就是这部影片的全部，大家感觉怎么样？觉得精彩的把666打在屏幕上。说说个人感受，看完后劲挺大，这打戏，这镜头，这拍摄手法，妥妥的电影级，不愧是华为影业。另外，男女主的演技真好，细节表现独到，打戏精彩激烈，特别是女主万茜，颜值超高，不经意间流露的小表情也恰到好处。影片名称全能搭档体现的也很好，不仅男女主之间配合默契，贯穿剧情的 Mate X6 也是个好搭档，卖点植入丝毫不尴尬突兀，且独特的外观设计和配色完美契合女主颜值。不得不说，华为把广告片选出了新高度。这种将产品功能与故事内容巧妙结合，通过场景化展现产品功能，真的很新颖，更容易被大众接受。如果广告片都像华为这样拍，还会愁没人看吗？回顾华为影业的成长之路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华为影业4个字已经不算是网友的调侃称赞，而是真正落地成为现实。陆续推出的系列电影，既意味着华为影业制作水平的进步，也体现华为产品力突破。将每年的新品科技成果融入电影，成为电影创作的主体，又利用电影的艺术形式衬托产品核心卖点，形成了电影和华为手机的联系，相互成就。
而多年的 IP 输出，让大众在欣赏华为影业的作品时，也能在潜移默化中将高水平的影像、通信、设计、功能等卖点和华为手机搭建直接的联系。这样的营销策略真的很让人佩服。毕竟拍出一部好作品已经很不容易了，坚持这么多年更是难能可贵，付出的心血不可估量。总之，把手机广告拍成精良制作的电影，请观众免费看电影，再顺便卖个手机，好评。